1972年12月，一批看似普通的太空任務影像，後来却成了许多人反复討論的神秘片段。那是阿波罗17號，人類最後一次登上月球的任務之一。當時，太空船正在月球背面附近緩緩移動，周圍是一片沒有風、沒有聲音、沒有生命跡象的荒涼世界。就在這片死寂之中，太空人突然低聲談到一種奇怪的景象。他們形容，窗外看起來像是出現了太空煙火。那一瞬間，冰冷的月球軌道仿佛突然變成了7月4日夜空下的煙火現場。但問題是，月球附近不應該有煙火，那裡沒有大氣，沒有城市，沒有慶典，也沒有任何人類熟悉的光源。如今，這些舊記錄又重新回到人們眼前，它們被收進一批新公開或過去不容易查閱的美國 UFO/UAP 檔案資料中。這批資料裡，不只有駕駛艙影片，還有冷戰時期的報告、軍方感測器記錄、政府備忘錄，以及阿波羅時代那些至今仍讓人皺眉的異常現象。最令人好奇的是，當年那些太空人透過窗戶究竟看見了什麼？那只是太空船附近漂浮的碎片，是相機角度、曝光效果或光線反射造成的錯覺，還是某些到今天仍然沒有被完整證實，也没有被完全排除的未知現象？在這段影片中，我們就要打開這個檔案庫，不是急着下結論，而是一步一步看清楚，這些所謂 UFO 檔案到底揭露了什麼，又刻意沒有告訴我們什麼。我們開始吧。經過多年的泄密文件、模糊不清的影片片段，以及國會聽證會上那些避重就輕的回答之後，美國政府終於開始採取一種不同的做法。它不再只是簡單說沒有證據，也不再讓資料完全散落在各種傳聞與猜測之中。它建立了一個可搜尋的資料庫，把 UFO 和 UAP 相關文件放到公眾面前，讓任何人都可以查閱、比較、分析。從冷戰時期的備忘錄到阿波羅任務的通訊記錄，從影片、照片到文字報告，超過160份解密資料被集中整理在一起。這些資料過去常常只出現在刪節檔案、零碎新聞、網絡謠言，甚至陰謀論討論串裡。而現在，他們至少有一部分被放到同一個地方。這並不代表秘密已經全部結束，更不代表答案已經揭曉。它真正代表的是，一個新的基準出現了。從現在開始， UFO 和 UAP 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我聽說有人爆料網絡上流傳這種層次，因為一批官方資料已經成為公開記錄，而這個公開記錄本身就像一座未結案的檔案庫，裡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模糊的紅外線影像。畫面中有些奇怪的小點快速掠過天空，出現在伊拉克、敘利亞、阿联酋、希臘以及公海上空。這些影像不是普通手機拍到的模糊光點，而是由现代軍事感測器記錄下來。問題是，即使有這些感測器，許多目標的距離、高度、速度，甚至真實位置，仍然無法被完全確認。這也是 UAP 問題最麻煩的地方。我們看到東西了，但我們未必知道那個東西到底在哪裡，離我們多遠，飛得多快，甚至是不是真的在飛。而在更早的年代，幾十年前的 FBI 文件、國務院電報以及 NASA 記錄，也出現了類似的奇怪描述。阿波羅太空人曾經提到閃光、漂浮粒子、奇異光線，以及一些不太容易直接放進任務清单裡的現象。這些記錄聽起來神秘，但必須說清楚，它們並沒有被官方標注為外星飛船。沒有哪一頁文件直接告訴我們，這就是外星文明。
官方目前的說法其實相當明確。到目前為止，沒有確切證據顯示這些案例涉及外星科技。他們真正呈現的是另一件事：政府手上確實有一些尚未完全解釋的事件，有些是因為資料不夠完整，有些是影像太模糊，有些是感測器資訊不足，也有些是因為分析工作尚未完成，或者缺少可以互相驗證的第二組資料。所以，這則新聞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是外星人被證實了，而是這些謎團終於被放進一個公共資料集裡，裡面混合着現代戰區影像、歷史報告、太空任務記錄，以及月球時代那些讓人難以忽視的異常現象。從這一刻開始，研究人員、記者甚至普通觀眾都可以拿着同一批材料重新檢視這些案例。言下之意其實很簡單，政府並不是在說，看，這就是你們要找的外星人。他真正說的是，這裡有一些案例，我們到現在還無法給出完整解釋。而這兩句話之間差別非常大。這個新檔案庫的第一條科學規則，反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條。身份不明不等於外星人，不明只代表一件事：目前放在桌面上的證據還不足以讓我們結案。它可能太薄弱，可能太混亂，可能缺少關鍵資訊，也可能被不同感測器、不同角度、不同天氣條件攪在一起，讓整個事件變得難以判斷。一段抖動的紅外線影像裡，一個小點突然移動，聽起來很驚人。一張長時間曝光的照片上出現一道奇怪光痕，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神秘飛行物。一段缺少完整原資料的雷達回波，更可能被解讀成高速飛行目標。但這些東西也可能有非常普通的原因，可能是無人機，可能是气球，可能是飛机，可能是碎片，可能是大气折射，也可能只是感測器本身產生的微影。正因如此，官方審查才會一再強調，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任何調查提供外星飛行器或外星技術的確切證據。但同時，也確實還有數百份報告沒有被完全解決。這才是最微妙的地方，不是證明有外星人，也不是全部都是假的，而是有些事件真的仍然停留在灰色地带。許多 UAP 案例最後可能只是無人機、氣球、飛機、飛行碎片、大气现象，或感測器錯覺，偶爾也可能涉及外國監視平台。如果是這樣，它對天體生物學或外星文明研究未必有多大意義，但對國家安全來說，卻可能非常重要。因為如果一個航母戰鬥群附近，或高度管制的軍事空域裡，出現了不明物體，那就不是小事。就算最後證明它不是外星飛船，而是一架設計巧妙的間諜無人機，它仍然代表某種防空漏洞、監視風險，甚至情報威脅。對科學家來說，真正的挑戰從來不是故事夠不夠刺激，而是資料夠不夠完整。一段短短幾秒鐘的影片，幾乎無法單獨告訴我們完整真相。它可能看起来飛得很快，但我們不知道距離。它可能看起來很大，但它也可能只是很近。它可能看起来像突然轉向，但那也可能是鏡頭移動、追蹤模式切換，或背景參照物不足造成的錯覺。嚴肅分析需要的是那些看起來很枯燥卻非常關鍵的細節。感測器設定是什麼？雷達軌跡是否存在？飛行員當時看見了什麼？天氣條件如何？目標與觀測者之間的幾何角度是什麼？是否有第二套獨立儀器同時記錄？
如果沒有這些資料，即使影片再吸引人，也只能說它有趣，不能說它已經證明什麼。阿波羅時代的那些月球記錄也符合相同模式。太空船附近閃爍的粒子，聽起來確實很神秘。7月4日煙火這種描述，更會立刻抓住人的想象力。但在太空環境裡，很多東西都可能偽装成不可思議的景象。隔熱材料剝落的小碎片，在陽光下可能像星點一樣閃爍。冰晶從太空船附近飄過，可能像某種發光粒子。推进器噴出的雨流，遇到強烈太陽光，也可能產生奇怪的反射效果。再加上相機曝光、鏡頭反光、影像雜訊和觀測角度，一個普通現象就可能變得非常神秘。所以重點不是嘲笑這些記錄，也不是把它們立刻捧成外星證據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把數據本身和我們腦中建構出來的故事分開。資料說了什麼？資料沒說什麼？我們能確定到哪一步？又是從哪一步開始，變成了推測？這才是科學討論最關鍵的界限。這次檔案發布最大的意義，其實是透明度提高了。長期以來， UFO 和 UAP 的討論之所以容易失控，就是因為公众很難接觸到完整的官方資料。當文件被隱藏，人們自然會開始猜；當關鍵片段被剪掉，人們更會懷疑背後還藏着什麼。保密越多，想象空間越大，而想象空間一旦失控，陰謀論就會像野草一樣生長。但反過來說，文件公開也不代表問題就自動解決。如果資料被釋出，卻沒有足夠背景說明，新的誤解同樣會出現。一段影片被丟到網絡上，沒有距離、速度、感測器設定，也沒有分析脈絡，那麼它不但不會讓真相更清楚，反而可能讓猜測更加混亂。所以現在真正的挑戰是，政府該如何用有用的方式公開資料，而不只是用吸引眼球的方式公開資料。未來如果還有更多批次發布，光有短影片和掃描報告已經不夠了。人們需要知道分析師掌握了哪些資訊，他們排除了哪些可能性，哪些解釋被認為比較合理，哪些因素讓這個案件仍然無法結案。為什麼有些案例多年之後依然懸而未決？一段影片如果能附上技術背景，它的價值會高很多。一份報告如果能說明觀測條件、時間、位置、儀器、天氣和分析限制，它就不再只是神秘故事，而是可以被檢驗的資料。對公眾而言，這次發布提供了一個更直接觀看材料的機會，但同時也帶來一項責任，那就是不要把每一個不確定都當成最終答案。不明不代表神蹟，未解也不等於外星。這些文件應該被看成調查證據，而不是某個固定答案的證明。對政府而言，這次公開也帶來了新的壓力，因為一旦開了頭，公眾就會想知道後面還有什麼。如果未來還會有更多批次資料公布，人們會期待看到更清晰的畫面、更可靠的技術數據，以及國會過去要求公開的那些具體案例。人們也會問，有些事件是不是已經被解釋了？如果是，為什麼不明確說清楚？還有哪些事件仍然懸而未決？他們懸而未決，是因為真的異常，還是只是資料太少？下一階段的重點，不應只是統計又公開了多少文件，更重要的是分類分析，哪些案例其實可以識別，哪些案例因為資料不足，永遠无法得出結論，哪些案例牽涉空域安全或國防風險。
哪些案例具有歷史意義，但科學證據薄弱？這些問題比單純宣布公開多少份檔案更重要。這裡也藏着一個更大的教訓，那就是公眾信任。如果政府機構希望民众認真看待 UAP 資訊揭露，就不能一邊過度保密，一邊又讓零碎片段在外界發酵。過度保密會讓人覺得一定有東西被藏起來，過度戲劇化則會讓人把每一個模糊光點都想成驚天秘密。最有效的方法其實不是神秘化，而是高度透明，把資料公布出來，把限制說清楚，把已知與未知分開，然後讓嚴肅分析慢慢推進。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，未來的新版本可能會澄清一些舊案例，也可能增加新的案例，更可能顯示很多過去被認為不可思議的事件其實都有合理解釋，但也不能排除裡面仍會留下一些真正難以解決的案件。然而無論如何，標準都應該保持不變。越非同尋常的說法，就越需要強而有力的證據。目前最準確也最誠實的結論是，這次檔案發布證實了未解 UAP 記錄確實存在，但它並沒有證實這些現象的真正起源。它不能直接證明外星生命，也不能直接證明外星科技。這樣的結論或許不夠刺激，也不一定能讓每個期待驚天答案的人滿意，但這才是最負責任的立場。這些文件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為他們已經給出最終答案，而是因為他們把一部分討論從謠言和傳聞拉回到公開記錄之中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取決於3件事：證據的品質、分析的嚴謹性，以及未來公開的資料究竟會帶來更多清晰，還是更多混亂。所以 UFO 檔案固然重要，阿波羅17號那些神秘片段也確實值得重新審視，但他們目前並不能證實外星生命存在。他們真正告訴我們的是，一些不明空中現象仍然没有被完全解決，一些歷史記錄仍然值得重新整理，一些看似神秘的畫面需要更完整的資料才能判斷。而接下来的版本將決定我们是一步步接近更清楚的答案，還是再次走進更深的迷霧之中。也許最後許多謎團會被科學一一拆解，也許其中少數案例仍會繼續停在那條令人不安的邊界上，不是證據，但也還不是答案。